欢迎收看关键时刻。当伊朗被轰炸之后，全球人甚至全球媒体都想问一件事情：中国你到底在哪里？伊朗不是你的小老弟吗？你什么时候才要来发声？你什么时候才要来出击？什么时候才要去保护它呢？这个答案，我们今天可以跟大家讲。答案就是中国，它根本躲起来，它根本不敢出来。为什么我们今天是会这样讲？你看到今天最新一个消息，真的是震撼了全世界。这是斯里兰卡政府，它突然接收到了一个求救的讯号。发生什么事情？原来是伊朗的船舰竟然在斯里兰卡的海岸搁浅了，被击沉了。你可以看到哦，伊朗是在这个位置，有没有？结果它现在在斯里兰卡的这个海岸被击沉，这让我们想到一件事情。之前赫尔塞斯已经讲了，犯我美国者虽远必诛。川普也说了，我要把海军全都灭。尽管你已经逃到斯里兰卡的时候，还是把你击沉，而击沉的就是美国潜舰发射鱼雷，直接打了下去。在今年2月份的时候，当川普要准备去打的时候，不是都在包围吗？那时候中国、俄罗斯跟伊朗说我们要办一个海上的军演，结果在海上军演，原来我们这样看，终于懂了。在当时，这个是俄罗斯的军官，这是伊朗的军官。如果这个时候中国在旁边，人也会在里面，但是在军演的这一天，中国压根没有出现，所以中国的立场跟中国想法已经很明显了。他早就知道美军的实力在哪，所以军演不来，伊朗救援他也不会去，因为他现在只想做一件事情：我要好好的躲起来。所以松哥，今天为什么全世界都在讨论说，你中国为什么不帮伊朗？我们说躲起来不是没有原因。今天中国最大的军事基地，海外的军事基地在哪里？就在吉布地。我们上一节目才跟大家讲，这个荷姆斯海峡多么激烈，什么一大堆，对不对？结果它的吉布地就离伊朗不会到非常远。没错。当今天你伊朗出事的时候，你当时是怎么吹你吉布地基地里面有多强？有解放军的3型主力舰都齐聚在这。你不是软虾，你是强将，但你人到底在哪？你躲起来了。没错，事实上目前为止来说，中国极度的尴尬，特别是现在全世界等一个人的说法，那个人叫什么？习近平。对，你看普丁有表态，各国政府都要表态说，请问你习近平的想法是什么？甚至最近还有媒体说什么呢？他说中国可能考虑取消或是推迟跟川普的会晤，以此表达对华盛顿对伊朗动武的不满。好，那你觉得习近平真的敢这样做吗？我跟他讲不敢啦。为什么不敢？因为事实上在这一次的这个状况里面来说，你觉得中国没办法做很多事情吗？当然可以做很多事情。你看，我就讲这一次伊朗被攻击在这边，对，伊朗在这边，对不对？然后美国的这个船舰都在这边，对，以色列距离它这么远。我跟你讲，中国在海外最大的唯一的军事基地就在吉布地，就在这边。这边有什么？有中国的主力战舰，还有护卫舰、加油舰，什么都在这个地方。他要是真的要去，你觉得沙特阿拉伯有没有？你觉得伊朗有没有跟中国求援？当然有。你觉得中国怎么做？吉布地这个地方，你只要去牵制其他国家，你牵制以色列也好，你什么事都没干。对，那就是这样。见死不救嘛。好，那除了见死不救的，我想中国浪杠早有迹可循。为什么？你知道今年2月19号的时候，你知道当时中国跟这个俄罗斯还有伊朗，他们3个国家举行一个联合军演，就2月19号。那时候美军已经成军在这个地方了。那你知道很有意思的是，这样中俄一军演上演之后，中国军舰为何始终没有出现？中国没有去啊！这一张照片，中国军官原本是在这的哦。对，这不是76哦，会被遮掉的哦。对，是中国的军官哦。对，不见了。这是中国媒体报道的哦，不是我们说的哦。所以那中国早有迹可循，他大概觉得说，不对，状况不对，我是参加的话，我会不会挂掉？所以这一次真的打，他就不会来了。对，演习都不来，你觉得真打他会来吗？更不可能来，躲起来了。所以那你想，现在打成这个样子，哈米尼被斩首，你想习近平现在讲躲起来了，没有任何的说法。好，那我讲现在中国怎么做？中国只有在军方上面来说 ，X 号内弄了5条教训啊，最致命的隐患就是内奸，对，然后最昂贵的误判就是轻信和平。然后最冰冷的现实是武器批判，然后最残忍的这个悖论是胜利幻觉，最根本的依靠是知己。所以讲到这个边来说的话，根本没有任何的立场。不是你不帮你的伊朗，你每天都在吹你自己非常强，结果你伊朗被端掉之后，你只跟他讲说，我们从伊朗事件我们可以学到的教训是什么？是不是在搞什么东西？教训就是没有教训，就是说我们跟美国真的差太多。好，那我跟他讲，事实上这个美国目前为止来说啊，对伊朗的攻击呢，我觉得是已经到了虽远必诛了。对，就反正你只要伊朗的船，我绝对把你打掉。对，你看这几天的时候，斯里兰卡政府，我们跟你讲，斯里兰卡在哪里？斯里兰卡在这里，
距离中东伊朗的战事那么远呢？这是今天下午对，哦然后他就说，我们接受到这个海上有人求救啊，那有人求救的时候就是说什么，伊朗有一艘巡防舰呢被人家击沉了。被击沉的时候，那叫我们赶快去，然后就说了，目前为止来说，我们赶到这个斯里兰卡的这个军船赶到这个地方，有救了32名重伤的水兵。对，好，那这是国外媒体的报道。那你知道这个新华网说什么？伊朗护卫舰在斯里兰卡海岸间遭到潜舰的攻击，哈，100人死亡这样的状况，所以等于是他在这个地方被潜舰攻击。对，那被攻击的是什么呢？被攻击的是伊朗的新锐的这个所他们的巡防舰叫德纳号，有180名的官兵。那这个目前为止来说就被炸沉了。根据目前为止知道，就是说可能是美军在这个地方出动潜舰，因为我们潜舰出来了，潜舰出来之后发射鱼雷，发射鱼雷的话就击中来说，为什么那么快就沉在海底？因为它可能就被鱼雷用下方的这个鱼雷击中，它的龙骨嘛断掉之后就直接沉没。那目前为止来说，那为什么会在这个地方？你看这个斯里兰卡这附近来说，有个 Diego Garcia 本来就是美军轰炸基地所在地。你看美军有每次从印代出动就是从 Diego Garcia， 所以等于是他绕到这边的时候，他以为想要去袭击，对，被抓到了，对，被抓到。而且最可怕的是什么？这一次美国是出动潜舰去抓你。是我们之前都讲很多的飞弹、很多的舰艇这种，但是这次很明显是潜舰出动，它的鱼雷发射出去，100个人，整艘船都毁掉了。对，没错。好，我们跟大家讲，美军的这个中央司令部就说，我们正在击沉伊朗的海军。已经整支海军都被击掉，那他就说已经击毁了17艘。他说伊朗最具这个战力的一艘潜舰呢，它的侧面被美军轰出一个大洞。好，那么什么能够打潜舰？当然就潜舰打潜舰嘛，对。好，所以呢，市场打掉什么呢？打掉就是伊朗的这个征服者级的这个潜舰。那征服者级的潜舰来说的话，它还什么？我们知道为什么呢？因为伊朗目前为止来说的话，有非常多的这个，还有3艘这个瓦尔沙维扬卡级的这个潜舰。对，所以呢，他们就袭击了这么多。他就说这一次的这个攻击目标是伊朗的一支小型的这个舰艇的这个部队。那该舰队由众多小型的这个潜舰，还有几艘俄罗斯制造的这个基洛级的这个潜舰组成的。所以等于潜舰，你征服者级的，或是这个瓦尔沙维扬卡号的这个潜舰，对，我都把你完全歼灭掉。不是这样子，难怪中国看了，我一定要躲啊！巡防舰我被秒杀，对，潜舰我也被秒杀。是，那如果我今天去帮忙，不下一个给衰的不就是我了吗？所以我就说嘛，这一次的这个伊朗的海军完全被端掉之后，告诉你说，中国海军你可能也不是我美国的对手。好，那我跟他讲，目前为止来说，整个这个美军的这个说法是这样，他们已经打了这个约莫是2000攻击了2000个左右的伊朗的目标，对，然后发射大概2000枚的弹药，而且摧毁了伊朗的17艘的这个船舰。他说了很狠的话是说，我们对伊朗的打击呢是全天候进行，24小时，对，然后涵盖海上、空中。那我必须说还加一个什么海下面也是这样啊。那我们现在才刚开始，网络战都是这样。他说一个世代以来最大规模的军力集结就在那个地方。所以你看，目前为止来说，你就惨了嘛？你看整个伊朗的海军的这个舰艇、海军的这个据点所在，你看每天都在冒黑烟。不是，它等于是24小时。对，我看到你那边有什么，我就炸。对，我这样过去，那边好像还有什么，我在炸。对，我就24小时一直跟你炸。对，就全天候的轰炸你。好，那全天候轰炸你的时候呢，你知道，事实上目前为止来说，美军的说法是说，在荷姆兹海峡、阿拉伯湾还有阿曼湾已经看不到任何伊朗的船只。已经没啊！哦，那为什么？因为你看这个影片是什么？伊朗击沉这个用大型商船改装的无人机航母嘛，把你干掉了啊。你看美国还释出这个画面了，把你干掉，用这样把你炸掉，击沉了啊！无人机航母都被击沉了。好，不只是被击沉了这样，现在美军要击沉你什么东西呢？你知道很简单，我要击沉你的无人机，还要击沉你的发射井。所以你看这是什么？这是这个伊朗的无人机啊，它准备要起飞。起飞的时候没多久之后，你知道没多久之后就把你干掉。这无人机，你看我才刚刚起飞，对，才飞上去不到几公分，对，你就知道我在干嘛，对，没错。结果飞弹就下来了，对，为什么？因为你可能在那个地方啊，把它的这个发射台弄得太久啦，弄得太久，美军就看到你了，就把你干掉。你看，确定目标干掉。好，那有什么？移动中的发射车，对，这移动的发射，这很显然是移动的这个发射车嘛。你看，这一定是炸弹，有装的这个飞弹，我会把你炸掉。对，你想要跑，我就追踪你。对，你看哦，他还在跑哦。跑到最后，啪就被秒杀了，干掉。好，那各式各样的这个发射车移动中，你发射车还会跑嘛？好，没问题，我照样把你干掉。
你要准备这个开启，你看准备要开启哦，它是现在，你看它这个把它的要架，这是美国发射的这个画面，它准备要开启这个所谓它飞弹攻击的时候，对，这个是美军，好，那他就说用这个 PRSM， 就是美军攻击的这个 PRSM， 它有精准的打击到伊朗的设施，所以伊朗目前为止根本毫无反击的能力。好，那我跟大家讲，伊朗一直在跟谁打 pass？这几天伊朗外长不是有跟这个王毅讲话，我相信他一定跟中国求救了。对，但问题是中国见死不救嘛？我不是就说吗？2月19号，中国、俄罗斯还有伊朗3国海军，他们在北印度洋、阿曼湾还有霍姆兹海峡举行联合军演，它叫海上安全带2026的演习哦。就在演习来说，他们要做什么呢？他们就说，万一这个地方呢绕这个有什么海盗行为或者干嘛，说我们要联合演习。对，那联合演习的时候，这次。这个所谓俄罗斯是出动波罗的海舰队哦，我感觉很凶对，然后伊朗也是出动非常多的这个他们的这一次的当然都被打掉了，我们怀念这些对这个导弹的这个潜艇、驱逐舰、常规潜艇、反潜直升机，还有这个特战部的这些，大家现在都完全没了。好，那这个可能是我们最后一次看到这些伊朗部队的这个最后身影。那中国有去，中国是出了第48批的护航编队哦，有动武2的这个唐山舰。动武4A 的这个大庆舰，还有太湖号等等，全部都去了。都去的时候，他就说：“我们这一次的这个中国真的有去，对，演习非常重要。好，重要，你看就重要，为什么去呢？你要根据当时的卫星辨别系统是这样子的，也就是说他们真的演练的时候呢，俄罗斯跟伊朗是真心在演练，那中国呢？中国是在旁边观摩，还有伴随。就我。”今天不是说好是3国要一起弄吗？我们是兄弟是。结果你说没有，我在旁边观摩。原来你们是长这样。你们那边也有点乱，我就不要过去了。对，哪有人这样的？你两个是兄弟，我是你的这个拜把兄弟这样的一个感觉哈。他们2个国家在那边演练，演练的这个水深火热一个状况，就中国在旁边看，远远的在那边看，看你们怎么玩，这样，所以呢就这样。所以我跟你讲，当时中国已经觉得不行，跟你们连挂名在一起。联合出品的，那我完蛋了嘛，所以他就没有去。现在还有更让伊朗傻眼的，我们不是讲吗？这几天3月2号在这附近来说，有各国的海军在这个地方，对，有非常多商船在这边，大家可以稍微看一下，这个红色的被框起来就是伊朗在这边的这个船只哦。那另外有很多颜色，对不对？这个颜色黄色是什么？就是中国的船只，中国在这边是有船只的哦。另外一个部分还有红色是俄罗斯，所以呢有中国的，然后有俄罗斯船只在这边，但是呢他们都不敢靠近这边，因为什么？因为这是战士在这边，不关我的事啊，我根本不敢打。而且你看到其他美军的已经在包围了，对，所以今天这张图出来之后，中国这么多人。那我就先躲起来，对，我就不过去了。我看你们这么热闹，我就不过去了。我们刚才跟他讲嘛，中国在这边吉布地这边有基地啊，对。照理说，你距离这边也不是很远啊，对，你波斯湾在这边，然后荷姆斯海峡在这边，美军来就这样子嘛。中国不是吹嘘说我们海军力量很强大，对，这不是就是一个让你跟美国挑战的机会吗？没有，那。对伊朗见死不救，然后这个演习就临阵脱逃，所以靠中国真的完全靠不住。好，那我们刚才不是讲吗？中国的基地是吉布地在这边嘛，距离伊朗很近啊。对。然后而且那他们这个还说什么？我们你看这个他们自己中国之前报道直击海外最大的海军基地距离美军基地13公里，对，距离胡塞武装的50公里。然后扼守红海进入印度洋的战略节点。你看到2月24号，对，在被打的前一天才前几天解放军3大主力战舰停泊吉布地的军港。对，来，你看到那个画面，那画面太好看了，中国3艘，这个威力非常强，兵容很大。而且是最新型的，对，秀肌肉、秀武力。2月24号再讲一次228开战，对，前4天演得多像，说的多大，对，你为什么不帮嘞？对，你看这是4艘在这边，你看探访中国在海外最大军事基地，红海第一艘，这个第一艘的这个首爆，这个解放军3型主力舰首次齐聚在吉布地，哇，感觉好像你要参战的感觉。对，那这3艘是什么？动武2D 的这个飞弹巡逻舰，然后高邮湖号的这个补给舰，还有动武3H3型的这个导弹护卫舰等等，这个绵羊舰3艘，你看并列，展现我中国强大的海军。好，那不只是这样的，你知道他们之前还吹什么？所以说，你看我们在这里地方有什么？有上千名的这个解放军在这边，对，那在这边驻军有上千名，然后我们都常常这边训练，然后甚至还训练什么？穿越火网，这都在吉布地的训练战斗力不弱啊！你看这个战斗力，对不对？
这个战斗力真的相当强还穿火网，还这边攀爬的。对，然后还有什么水下救援的这个训练啊，然后还有各式各样的科目在这边给你这个训练啊。你看这些训练，吉布地的战斗部队显然可打、对，可以打的时候呢，那伊朗跟你求救的时候，请问你有没有动？哎，你还有3艘主力在这边、这件事情真的太丢脸了。今天为什么今天要把这个特别拿出来讲？228被打，224你还吹得跟什么一样？今天这画面我们上网都看得到。对。伊朗人看到会更生气。你有啊？你在旁边很强啊。是啊。你为什么不来救我嘞？对啊，兄弟啊，我需要你的时候你在哪里呢？你根本就是袖手旁观。松哥，如果照你这样讲，中国的吉布地的军舰很强啊，但为什么不来帮忙呢？你千万不要忘了，我们之前才看到一个画面是什么？是中国的商船是不是也有到中东的附近去？结果发现这个商船是有搭载雷达跟北斗卫星的，结果没想到在短时间之内，哒开始被瘫痪了。而且不要忘记一件事，他们搭载的雷达跟卫星都是中国解放军一模一样的东西，所以这代表或许中国军舰有没有出港？有出去帮忙，但是出去的那一刻，他们就被瘫痪掉了。他怎么时钟开始异常的转？对，你看这个秒针这个疯狂的转啊，然后整个讯号完全不对啊，对，这样的仪器都失常了。那我不就是等于说我就变靶子了吗？对，你可以说好，我用 GPS 可能会被你美军屏蔽，那我就切换到北斗嘛 ，OK 了吗？没有问题。但是问题是 GPS 不行。你不能用北斗，你也没法用，所以等于是，如果中国军队到这个地方去，你完全瞎了。而且这个很尴尬，这是中国网友他真的真实到阿曼湾去，对，没错。你用的东西都是中国会用的东西，都是解放军会用的东西。除了雷达之外，你的所谓的北斗卫星，这美国的电站也太可怕了，雷达烂掉，你卫星你也烂掉，所以我懂了，吉布地。那3艘当然不敢去，我怕都怕死了。现在我们知道真相是什么？他搞不好出来就迷航了。对，搞不好他真的有去，搞不好他真的有去，只是到不了那个地方，就说这个迷航了，对，遇到三角洲了。搞不好他原来出去没有讯号，那我们还是回去好了。这个也不一定是这样的哈。好，那么跟他讲。现在对这个伊朗来说啊，他觉得更糟糕是什么？你看过去几年呢，伊朗可以说是完全把解放军最好的东西拿过来。对，中国因为中国在那边投资4000亿，所以他对这个地方很看重。你看，他就说他建构了一个叫做伊朗跟中国合作，叫做中国之眼，伊朗之权。对，然后中国利用这个500枚的卫星啊，然后包含什么吉林1号卫星啊，然后遥感的卫星啊，然后帮伊朗提供了全天候高解析，不是只有你美国全天候，我也有全天候。高解析的光学雷达，还有情报系统。对，然后伊朗的飞弹呢，导入什么？不用这个 GPS， 导入中国的北斗3号的军用加密的讯号。所以北斗3号的军用加密导航，这个就是解放军在用的哈。然后大幅的提高所谓的精度，还有看干扰的能力。好，所以这个毫无疑问，这个我们可以说，或许商船用的是民用，但他用的是解放军用的，而且是最新款、最好的。对，结果没想到好，第一个时间点里面去的时候呢，你看。我们不是讲到吗？这个以色列跟美国的军机如入无人之境，表示什么？表示你这个完全没有用，你飞弹完全也打不开。同期9，不是，同期9B，对啊，你在哪里？是啊，你的防空系统在哪里？对，为什么无计可施？第一个，因为它原本的这个雷达已经被干扰之外，它的北斗卫星也没办法启用，所以等于是完全没有办法。所以伊朗就在那边说，我买那么多北斗9B的这个，我买这么多红旗9B的这个防空系统，完全没有用。好，那不止这个没有用，他们还说什么？我还使用中国的监视雷达，这个 YLC-8B。好，那这个雷达是今年1月刚抵达哦，这是中国最新研发的 UHF 的波段雷达。这个雷达不一样哦，跟之前委内瑞拉那个不一样哦。委内瑞拉那个被笑非常久哦，人家这是最新的哦 ，YLC-8B 哦。对，他说什么呢？他说我们这个官方说我们有这个强的这个反隐身，我们可以抓到你。对，所以对 F-22、F-35这种一定也能够侦测到你的一个状况，就没想到这一次呢，马西波号，你看 F-35、F-22、FB2 全部都来了，全部来，你也是完全不知道，又变成空气了，对，完全不知道。好，所以我就跟他讲，美国真的这一次的这个战斗力超乎想象。为什么？川普这几天就有一点点这个在卖弄，他就说，哎呀，我们呢这个之前的时候呢，这个不是说逮捕马杜洛的时候，他就说我们用了一个干扰器的秘密武器。那干扰器的时候，他还说。我不能够谈论他啦，对不对？但我很想谈谈他。你看，明明就不能谈，那以后谈什么？他就说，委内瑞拉的军队拥有跟俄罗斯、中国制造的这个火箭炮一样哦。他说我们抵达的时候呢，照了他的形容是这样，他知道你们来，他要按呢。对，他等于是在你来外按，他有按，对，按，
一直按，一直按，但没有反应没，有任何反应，就是这样。我怎么按都没有反对，应没有，反应，所以那我不就那个东西废了吗？对了，所以他就说那是我们的很强大的干扰器。然后这个所谓的这当时的这个所谓马杜罗一直按，一直按，一直按，没有办法。所以告诉你什么？搞不好有一天一直按一直按的换成谁？换成中国，一直按没有用，没有用。所以呢，我才跟你说这一场战争到目前为止，为什么中国会没有任何声音？因为他们知道说，这一场在隔空较量之中的这个情形来说，中国的武器、中国的雷达、防空系统，所有完全在美国面前，完全好像纸糊了一般。宇轩，美国的武器到底有多强到连中国现在都不敢越雷池一步，都躲在后面？你看到这画面之后，非常惊人。这是以色列的国防部今天发布一个新影片出来，他说以色列有个 F-35I， 这 F-35I 它怎么样？我们都知道 F-35都是用超视距攻击，我根本不用跟你那边缠斗，我远距离我就把你狙掉。结果他放出了这段画面，是跟这个遏制的轻型攻击机，他在跟这个伊朗在交手的时候，他们竟然在空中大战了一场。这个画面是我们从来没有见过的。赵老师真的是史上首见。为什么会这样讲呢？因为一般你谈到 F-35，你都会觉得说，哇，它就是远距离的这种狙击手哦。那如果说上了这种肉搏战的擂台，特别是像打拳击或打泰拳，肯定行不通。结果没有想到呢，当伊朗的这一架 Yak-130轻型攻击机贴身欺进了所谓的 F-35机身的时候，被他干嘛暴揍一顿？没想到这个拿枪的狙击手戴上拳套一样凶猛，这么灵巧，误会了。你大家都以为说 F-35近战不行啦，只能远端打人啦，只能当航空母舰啦，只能进行我们讲的天空上的这种征收以及的中控指挥所。结果没想到连近战首度算是这种罕见的。两个人打起来之后，这个叫 dog fight， 也就是空中在近距离呢进行所谓的缠斗，由 F-35获胜。但我这边我就要跟你讲几点秘辛了。为什么？首先第一个。F-35对上的呢，这个所谓的轻型攻击机，它的原生呢只是一台高教机而且伊朗呢基本上都是用 F-4、F-5，那为什么你知道都只剩下这些破铜烂铁了吗？因为理由很简单，地面能用的都被它炸烂了，美国能炸的都炸了，所以能飞的呢也被炸了。那再来呢 ，F-35它也不是说欺负小朋友，它的有个很大的特色，对，很多人都不知道，它的攻角，你知道飞机的攻角是什么吗？攻角也就是说呢，当今天它要发动转向。以及呢，它的火炮要针对敌机进行锁定的时候，它瞬间拉的角度，我跟你讲，这是数一数二大。你说这一台有这么厉害？它的攻角 F-35高达110度，你知道110度是什么吗？你有没有看过那种眼镜蛇飞行？对，也就是把它的头翘起来，像眼镜蛇那样子，有没有？所以其实 F-35这一次验证，跟你讲一件事情，它是全能的。它可能我们讲在最近的距离的时候，比不上有一些特攻型的这种空战型飞机，但是它也不是不能打。所以你看因为很多战机都被狙杀，对不对？然后他其实也有买苏凯35，但苏凯35根本还没有交机，所以目前呢，这个 Yak-130确实是伊朗算是数一数二的战力。结果没有想到在这么近的距离就被击沉，而且这是以色列40年来第一次有 dog fight， 因为这太恶战了吧？你很难想象说竟然会这种情况发生。但是无独有偶，这个史诗狂怒队连最近英国 F-35它都击落什么？这是无人机。也是它 F-35B 这种垂直起降，在约旦这个地方也是刚好遇到无人机，直接把它击落。我跟你讲，这都违背了过去大家对于 F-35的一个想象。但你知道吗？现在由于整个美国科技以及美国的这个军事，在整个中东地区大放异彩，大家发现说实在威力太强了，也让很多国家开始我们讲选边站，甚至是呢换队。爬墙跳到另外一边，比如说我们讲这个国家叫亚美尼亚，亚美尼亚也跟美国他站队，他不是俄罗斯的人吗？对，以前大家都觉得亚美尼亚是俄罗斯的小老弟，那他跟谁呢？他跟亚塞拜然长期这个土耳其支持的，一直在内战。结果最近突然传出一个消息，你看这是 Vance 直接呢访问先前在1个月前大概访问亚美尼亚，然后呢达成了一个协定。1100万，我想也不少，因为他买的是什么呢？是无人机技术，对，甚至还推出一个我们叫 TRIPP， 就是相关的这种我们讲的相关的计划。还有跟他买 VBAT， 对，那你知道我们之前介绍这么多次了，你知道这 VBAT 是什么吗？它就是 XBAT 跟我们讲同等级的那这个是由虚拟 AI 发明的，它最重要的一个特色在于说它可以垂直起降。那这个跟呢亚美尼亚的地形有非常大的关系。第一个，它要防电站干扰；第二个，它不能占空间；再来呢，它有所谓的炸弹以及呢瘫痪对方雷达的这个功能。那为什么它要垂直起降？因为它以前买俄罗斯来，赵尔你看这台飞机，对俄罗斯老大哥卖给他的海鹰10，看起来很漂亮，对不对？但你知道吗？它光是发射以及降落，它要降落伞。
还要降落伞，他还要降落伞能下来，而且它要轨道才能发射，你像玩轨道车一样。现在不是都直接吱就上去了吗？不行，它还有一个轨道喷射上去的。那你知道亚美地啊地形很崎岖嘛，它都是山地。那我问你，山地你要怎么摆轨道？那摆常常飞机根本发不出去。然后你降落的时候常常卡在地方，而且你知道吗？它降落的时候还有什么呢？它噪音超级大，对不对？叭那个很吵的那种声音，然后又不能抗干扰，就有够烂。那土耳其你也知道，土耳其的无人机非常强大嘛，它用所谓的我们讲 TB2，还有或者是以色列无人机的时候，常常就是根本人还没看到，它的讯号就被截断。然后光学解析就是它的眼睛又有够烂。那另外呢，这个是我们讲 SuperCam S350，也是一样俄国制的，结果呢来比较先进哦。也比较安静哦，但也要弹射架跟降落伞，所以他这时候转向去跟美国这个学 AI 买所谓的 V， 当然它其来有这个道理。再来，我们讲更可怕的事情是什么？所以今天全世界人都看得非常清楚，有武器、有拳头的人，这才是老大。而且我管你之前是谁是我老大，今天有实力的人，我就跟过去啦。你没有实力的，你在国际上面你就没有说话的地位了。对，而且我们刚才这个都讲的是物理层次上的，我们讲的绝对性碾压。但你知道吗？在所谓的数位战以及所谓的通讯战上，还有一些不为人知秘密。大家都只知道说，现在哈米尼呢被狙杀，当下跟着50个人什么订便当、吃便当等等。但是你知道吗？它有一个情景，那个情景是什么？就是当下其实哈米尼他们有打算要向援军进行求救，对，也就是说他们不是说发现了然后无所作为，而反而是在已经发现、已经确认之后呢，他临近的所有的通讯站，包括他的手机，对，包括他的电脑，对，包括他的什么 BB 扣，他们现在应该不敢用了，全部都断讯。所以他是把哈米尼瘫痪掉他所有可能求生的可能，所以等于是美国这是在方方面面，不管你是从军事、从我们讲的通讯，甚至是从雷达，甚至从他的打电话，这种再小的细节都完全封杀，就是要让他必死无疑。廷尉老师，为什么我们刚刚讲中国是躲了起来？除了美国的军事非常强大之外，我们都知道美国的这个幕僚们非常的凶。最近伊朗的战事，你看到一个人。Rubio 很常出来讲话，赫格塞茨也很常出来讲。赫格塞茨最常讲什么？犯我美国者，虽远必诛。甚至大家也很关注 Rubio 最近又说了什么。只是今天这个话，大家都吓了一跳。他竟然讲什么 ？Unleash 讲 ，Unleash 讲什么？是在讲蒋介石。这是今天有媒体有一个标题，他说什么？这叫做放蒋出山。他们突然讲这个是什么意思？对，我觉得全国这个特别是年轻学生要赶快。加强这个 unleash 讲到底是什么意思？因为有可能变成学测或者是考试的只考的任何的考试题目啊。那为什么呢？因为 Rubio 他几岁？他1971年出生，对，但是他却认识蒋介石。蒋介石在1974年挂掉了，但是问题是他在跟国会。这个要进行报告之前，他在跟记者谈的时候，记者一直在问他，他中间又讲了一句话，这一句话呢，他用了 unleash 讲这个字眼，这个字眼所代表意思，有人翻成叫做放蒋出山，对，或是有人讲说，我们就让蒋介石出来，那干嘛呢？蒋介石出来干嘛？其实就是要源于2战结束之后的冷战期间来讲的话，当时的一段故事。对，而当时的一段故事呢，如果讲到这个字眼的代表的意思，就是我要全力以赴的概念。全力以赴，我就是要整个准备强力的一击大力的打击的概念。所以这个用词来讲的话，是冷战的用语。那为什么会是冷战的用语呢？因为大家知道说，当时蒋介石被共产党打到台湾来之后，麦克阿瑟当时有主张。透过韩战的时候，可能蒋介石可以出兵，可能骚扰中国的东南沿海，然后麦克阿瑟在朝鲜半岛，这时候两边的分进合击的情况之下，到时候蒋介石是可以回到中国大陆去的。但是当时的杜鲁门总统当然是不愿意嘛，不是下到好几道金牌叫麦克阿瑟回去，不是吗？到最后来讲的话，就维持现在目前看到的这个局面。所以当时来讲的话，就是说，如果你要让蒋介石回到中国大陆去反攻中国大陆的话，你就是 unleash 蒋。这个字也就这么来的。记得Rubio 当时担任佛州的众议员的议长的时候，当时的州长就是 Jeb Bush。Jeb Bush 是谁？就是小布希总统的弟弟。对 ，Jeb Bush 呢，他就送给他一支箭，上面刻的字眼叫 Sword of John， 就是蒋之剑。它有人翻成叫中正剑，但是中正剑有另外一种短剑啦，因为那是黄埔军校给这个所谓的将领的这个剑，但是这一支剑上面的确是写的这个 Sword of John。那这个为什么他们用这个字眼呢？因为他们认为当时的蒋介石呢是一个在反共的前线的一个很重要的保守人士。然后后来呢，根据 Jeb Bush 的转述呢，他老爸就是老布希总统。
老布希总统呢，在打网球的时候，要开球的时候，或是全力以赴的时候呢，就什么，就念了这个字眼，就是 on this job。所以就是这一张啊，每次打的时候都会叫，对，都会叫一声叫 on this job，所以这个就变成共和党的一个文化，你知道吗？当我要全力以赴的时候，就打出去 on this job。对，所以这个你知道吗？这个我想川普可能也知道在干嘛，但是大家心里想说啊，为什么要刻意讲这一句话？对，蒋介石不就是毛泽东的死对头？对，那为什么今天卢比有刻意讲这个？所以我们一直在讲哦，他打伊朗根本就是不是声东击西，就是打伊朗给中国看的。就是什么呢？其实他们心中还是在想中国啊，对，所以才会有这个所谓的这个蒋介石的这个东西，这字眼会出现啊。所以这背后来讲有很多隐喻的东西出现了。那我们就看到中国现在干什么？这一次来讲的话哦，川普动手是在228，对，这时候呢，我们回顾一下，在2月中的时候，本来在荷姆兹海峡有一场演习，这场演习是中国、俄国跟伊朗3国的联合演习。对，但是没想到2月19号演习的时候，中国浪杠了，对，跑掉了，不见了。到底是中国先接到讯息还是怎么样？不知道。但是记不记得我们在就是说2月18号那一天的时候，就大年初2的时候，对，事实上有讲到啊，伊朗的总统就是这一次没被炸死的那个总统，他就讲说中国的资金都没有到位啊，对，那是不是在搞中国？所以中国可能生气啊，隔天来讲要联合演习，我就浪杠，我就不跑了。他可能也知道说美国开始要出手，所以开始跟伊朗保持距离。所以现在大家会比较担心的，所谓的 Rubio 的 on this job， 可能不是单独只是要针对伊朗而已，它有可能被衍生出来说，回到那个冷战的那个概念来讲的话，可能是针对中国而来的。那这时候来讲的话，中国可能要了解，不是只有我们考生要注意 Rubio 的讲话而已，对，我们这个中国的部分还必须要关注 Rubio 下一步他们的动作。建平，我真的觉得现在觉得全世界觉得最夸张的是什么？当我们都以为美国已经深陷在这个中东战事的时候，我从没想到他们竟然还可以派部队，还可以派特种部队去协助厄瓜多。厄瓜多干嘛？抓毒枭。毒枭也是很凶的，厄瓜多那种毒枭也是那种真枪实弹的，他们竟然还有这个能力，能够去打击的。没错，其实美军不止在这个中东开战了。现在在南美洲也开战了，开战的。但是这个南美洲开战，你看到这个一段的影片释出来，是美军跟这个厄瓜多军方一起释出了这个29秒不到半分钟的画面，是由厄瓜多的军人搭乘了他们的这个直升机，然后还有包括在上直升机之前有一票这样的两个纵队的这个军人，对，陆陆续续从这个高空的卫星影像，你看他的这样的一个高空的影像可以拍摄的可以看得出来。然后这些军人他们上了直升机，然后去执行任务。美军在这一场扫毒以及打击毒枭的任务，是扮演厄瓜多军方的后勤，对，还有情报提供、跟行动规划、跟怎样那个讯息整合，等于算是顾问的角色来指导厄瓜多的这个军方去进行要端掉他的这个黑帮组织和毒枭。对，那你要知道。厄瓜多观众朋友们或许不太有印象，它是位于南美洲，面临太平洋，它等于上面是这个哥伦比亚，下面是这个秘鲁，它等于是夹杂在全世界2大古柯碱出口国之间的一个安第斯山脉的一个国家之一。那这样一个7.12个台湾这么大的国家，你要知道，它去年的统计凶杀率。大概每1个小时平均就会有1个凶杀案发生，这个是刚好全世界1、2名的这个古柯碱出口国，对，所以它被形容是古柯碱出口国最重要的连通廊道，它的一个关键枢纽。所以今天就把它整个端掉，把它弄掉之后，这2个最大的这个中间联系就断掉了。它有两大的毒枭黑帮组织，一个叫做洛斯洛伯斯，一个叫洛斯乔内罗斯。这2个毒枭黑帮也被去年2025年的时候，当时美国国务卿卢比欧要去访问这个厄瓜多的时候，他就宣布这2个黑帮组织，美国政府就宣布这2个黑帮组织就是恐怖组织，对，没什么好说。然后之后就在昨天、今天这2天，他终于指导他的军队出动，直接去打击他的这个毒枭。美军也太扯，我已经觉得他分身乏术，就是他还有力量。
直接去指导人家，然后再去教你，然后再当你的最大的后勤，把毒枭给分掉。可是不要忘记哦，上个月在打伊朗之前，美军才在墨西哥主导协助墨西哥政府去打击他们墨西哥最大的毒枭帮派欧奎拉让他们这个毒枭啊首脑直接被击毙。那现在不久之后又指导厄瓜多，所以在中南美洲。美国它只会慢慢的去协助在他们各个国家里面去打击毒枭。如果你不配合的下场，就像委内瑞拉的这马杜罗一样。你说各个国家你的总统要不要配合？当然要、所以那各个国家总统和领导人当然配合啊，还有军方。但是刚刚讲到了委内瑞拉，如果你像马杜罗不配合，那你新的领导人，如果你愿意合作的话，那好就来谈。所以川普后来不是跟这个接邦的德尔西罗德里格斯来合作吗？本来是副总统马杜罗的副手，后来马杜罗被抓之后，他也是乖乖的去配合。对，但是你知道吗？现在有一家这个媒体啊，你看这个野兽日报，你看路透社怎么去讲这件事情？他说美国要威胁起诉委内瑞拉新领导人，就是德尔西罗德里格斯。对，罗德里格斯，他说要加大对委内瑞拉的施压。所以呢，川普呢就一方面软，一方面硬。软的是你把资源交出来，美国跟委内瑞拉合作开采你委内瑞拉的这个石油。那硬的呢，你不听话，那我现在已经在起草对你的这个起诉书。什么起诉书呢？罗德里格斯被指控在2021年，而且范围调查涵盖2021到2025这5-6年间这也太长了吧？所以他要把时间拉长也 OK 啊。我今天如果要搞你，我真的会把你搞死的。他就指控罗德里格斯在涉及委内瑞拉国家石油公司，就是 PSVDA， 他的洗钱，配合马杜罗长期在进行那个洗钱的这个样的一个犯罪。所以呢，他的起诉书啊，据说也是这个非常长、厚厚的一本。那如果这个罗德里格斯你听话，我就修改一下，甚至不起诉你。如果你不听话，我就把你写得很长，或者是随时，所以他一直在修改内容。最主要有一个原因，你看到莱特是美国能源部长，之前到这个委内瑞拉去看他的这个恢复整个石油的开采，罗德里格斯在旁边像一个小妹一样。后来美国的这个新任驻委内瑞拉大使又提供了一份7人名单给罗德里格斯，讲说你要逮捕他们。这7个人名单我就不讲其他人，因为不太重要。有2个人很重要，一个是强硬派的内政部跟司法部长，兼任的2个部的部长，对，叫卡贝友。他还有掌握军情局，去年在很多委内瑞拉民众上街头抗议马杜罗，去年的时候，你就要知道，他就下令逮捕了2400人，他有委内瑞拉的盖世太保之称。那另外一个是谁呢？要抓国防部长帕德里诺罗培兹，这2个人一个是手握军情单位，这个是手握重兵。你要抓他们2个，那你不是往死里打，往火坑跳吗？但是你又不听美国的，你就会被起诉，又被下一个马杜罗又被带走，所以左右都为难，恐怕罗德里格斯讨个暴力凶。宏观取材，厘清真相，犀利精准，深入剖析，时刻掌握关键，新闻时事不漏接。老时段，新气象，我是钟浩和，关键时刻2.0，全新出击。